好，回到環球大亂線的節目現場，我們最後的討論呢，要來看到的是，當生存危機，也就是能源呢，迫在眉睫之際，海水退去的時候，亞洲現在哪些國家在裸泳呢？我們來看英國媒體 BBC 啊，就報道說，我們這次亞洲國家可以說是能源危機的重災禍。你別看我們的地理位置跟中東、跟荷姆茲海峽有一段距離哦，但是呢，這個荷姆茲海峽的石油跟天然氣有90%哦，都是運往我們亞洲國家的。包括東北亞的日韓、東南亞的泰國、菲律賓，或是人口基數比較龐大的印度跟中國大陸，大家或多或少都受到了一些影響。不管是你的產業鏈、你的製造業、你的服務業，乃至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呢，都要拉警報。有些國家現在就都不希望你開车了，盡量做一些大眾運輸工具，還要限制你怎麼洗澡的時間，諸如此類的。好，當這個中東的石油還持續卡在峽灣裡面，然後我們說遠水救不了近火的時候，被迫形成了大家的孤島能源效应。那非常時期有非常做法嘛，我們就來看看葉老師，你覺得這件事情会不会讓現在亞洲各國重新來思考一下大家的能源政策，乃至我的外交国際關係可能現在要轉向？以前我們問同學，能源問題是政治問題，還是經濟問題，還是軍事安全問題？那每個人從不同的角度會有不同的答案。對，但现在的問題其實只有一個答案：能源問題就是能源問題。也就是它的重要性哦，已經提高到其實跟安全議題、跟經濟議題同樣的重要。是，所以尤其是能源安全的議題，它已經具有相當的主導性，在今天的國際關係，在今天的國家的利益、對外政策層面。所以能源安全的問題，在這次的戰爭當中啊，更進一步得到確認。所以你看，當大家看到要打起來的時候，大家都勸美國，你千萬不可以去打伊朗的所謂發電廠啊！哦，不只是會造成核災，根本就是會造成整個能源的中斷。那個時候，荷姆茲海峽已經不重要，因為根本沒有船會經過了。所以，能源安全的問題會使得許多的決策會受到很大的影響，但是它有一定的韌性哈。那舉例而言，在這一次的護航的要求當中，所謂的荷姆茲聯盟，那各國就保持距離啊。為什麼？我們在護航的行動當中，跟被捲入戰爭，那有兩個議題了。所以，因為能源安全是有一定的韌性，所以它沒有完整的被破壞之前，它其實在避免捲入戰爭層面呢，我們在能源安全層面還是可以去忍受一下。所以我們會有戰略石油的儲備，對啊，或者是說呢，在這個能源的採購上會分散來源。所以這個就是說，在決策上啊，如果你是即時的這個戰爭，川普就不懂了啊！你們都游經過這邊，你為什麼不派船來這邊？那問題是你要把我捲入戰爭，這就不是所謂能源安全要去做護航來去維持的。那另外一個就是各國的哈，有兩個分散，現在開始在去強調。第一個分散，你要分散能源的比例，你不可以過於依賴某一個能源，那這就很重要的。那第二個分散呢，你要分散能源採購的來源。所以，像是日本在這一次的問題上，90%進口的能源是從中東進來，那這個對它的衝擊就非常的大。中國大陸這邊呢，它的能源分散30%不是來自於石化的這個能源，它的發電更大部分不是來自於石化，也就是說，石油或者是天然氣，煤佔了一定大的這個比例。那其他的像是水力或者是核電。這樣子這種分散呢，你在面臨到能源危機的時候，你的韌性、你的這個抗拒的能力啊，一定會加強。那所以我們台灣在這邊方面是最差的，我們將近80%到90%是進口來源，然後絕大部分集中就是在油跟天然氣。還好我們只有40%，各40%是來自於中東，但40%也是非常高。所以也是給了大家都一個警訊啦。好，這一次的能源危機呢，確實也讓我們看到在國際關係上面，出現一些轉變嘍。因為現在菲律賓啊，它在這個能源的浩劫上可以說是被折磨得很痛苦，所以總統小馬可仕出來喊話了，說希望修補跟中國大陸的關係啦。還記得這兩方呢，之前在南海對峙啊，在搭這個海警船還撞得火星四射，為了島礁爭議針鋒相對。沒想到這次能源危機一來，菲律賓這邊是先扛不住了，成為全球第一個宣布
能源緊急狀態的國家。那馬可仕政府當然也是態度180度大轉變嘛，就高喊哇，菲律賓要跟中國大陸關係重置啦，我們要尋求更多的合作，甚至南海的油氣開發這個談判呢，我們是不是該來推進一下？可見哦，餓肚子比什麼都有用。你一旦肚子餓了，不好意思，你的面子呢就要先擺一邊，要先放下。但現在問題是，北京要不要接這個橄欖枝呢？能源變數給了菲律賓一個走下台階的機會，或者是讓中國在之後的南海議題上，是不是拿到了一張王牌了？教授，這不是橄欖枝了，這不是橄欖枝，不是橄欖枝，因為菲律賓就是說一套做一套嘛。小馬可仕在說這句話之前的前2天，他還動員了幾十艘的這個漁船，跑到黃岩礁去。那中國大陸的海警船把他們趕走了，那彼此之間還很緊張，很對立。是。那小馬可仕他的意思是說，哎呀，這個黃岩島的主權的爭議歸主權爭議，油氣的開發歸油氣開發啊。然後我們跟中國大陸進口化肥，我們很感謝大陸啊，這個化肥沒有給我們斷啊這個根啊，因為春耕馬上要開始了。對，沒錯。如果菲律賓拿不到中國的化肥，糧食危機嘍，他們的糧食會危機。那中國大陸考慮的是這個菲律賓的人民的糧食危機的問題，所以給他發回跟小馬可仕一點關係都沒有。啊，所以中國大陸的基本的邏輯跟態度很簡單，就是說這個人可信還是不可信。如果這個人翻來覆去的話不可信，大陸基本上來講就不太跟你交往了。啊，例如說歐盟最典型嘛，歐盟的馮德萊恩翻來覆去嘛，變來變去。所以你看，現在的歐盟，中國大陸基本上不跟他來往了，他是跟個別的國家來往，但是歐盟就把他晾在一邊了，啊，所以小馬可仕也是，剛上台的時候到中國大陸進行國事訪問，一回來以後就撕毀了，就翻臉了，翻臉 OK 啊，那大陸到現在就不會跟你來往，那就彼此之間針鋒相對，所以我覺得小馬可仕說一套做一套的這個部分啊，他就又在那邊裝來弄去的時候，坦白講，以大陸的眼光來看的話，你沒有幾年了，了解了，你剩下沒幾年了，所以我個人認為大陸按照他的節奏做，按照他的排出，但是小馬可仕講到嘴巴乾了，口水噴光了，那大陸也是這樣子來看待他。我個人認為小馬可仕沒有牌可以玩了，他也沒有下台階，大陸也不需要給他下台階。那該怎麼走就怎麼走，該怎麼開採油氣就怎麼開採油氣。我個人認為小馬可仕在中國的眼中已經不是一個咖了，就被看破手腳了。他根本不是一個咖，那也不過就是一個跟以杜特地的指控來說的話，他也不過是一個什麼君子而已。了解。好，荷魯斯海峽現在有一個意料之外，但是情理之中的雙重標準現象，就是如果你的船只呢是支持美國跟以色列攻擊行動的國家勢力，那麼你就會被毒死；反之，如果你是伊朗的友好國家，像是中國大陸還是俄羅斯，那麼就而且願意用人民幣來結算石油的話呢，那荷魯斯海峽不僅會歡迎你哦，還可能未來發這個快速通行證的計劃。所以現在德意志銀行給出了一個警告。就是說，這場戰爭呢，現在正在侵蝕石油美元的主導地位啊，成為一個催化劑。那一方倒，另一方就起來，起來的是誰呢？就是石油人民幣這一個時代啊，找到了一個借力使力的支點。好，中國作為伊朗最大的石油買家，現在一個機會出來了，該怎麼順勢來操作，運用這個機會來提升人民幣國際地位的一個好時機？將軍你怎麼看？這個在20世紀70年代的時候，那時候美國自己本身還沒有頁岩油，他跟中東買石油，那都付的都是美元，我們稱之為石油美元。對，那中東國家拿了這些美元之後，他就去買美債，那美國錢借出去之後哈，他這個然後就去養美軍，變成美元、美軍、美債哈三個這個循環在一起，結合在一起。但是事隔多年以後，現在形勢已經改變了。為什麼人民幣會崛起？第一個就是美國現在它本身的這種原料石油來講，它本來從最大的進口國變成最大的出口國，它已經不再跟中東買石油的。這時候跟中東買石油交易量最大的反而是中國。中國因為這個工業的崛起，所以它需要更多的這種原料跟石油，所以中國變成全世界第一大能源的進出口。在這種狀況下，當然中東國家用人民幣來買石油是必然的哈。然後我們從去年沙特跟中國在用人民幣結算，高達45%，這種數據是2023年的翻了1倍，就代表中東地區包括沙特哈，其實都願意用這個人民幣來購買石油。那為什麼要用人民幣購買石油呢？第一個當然是人民幣它穩定跟可靠哈，然後各國都願意要用，因為
所以有一句話叫做留得進來，也用得出去啊。